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肺癌筛检。在这份说明里，我们会一起来搞懂目前最厉害的一个筛检工具——低剂量电脑断层，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LDCT， 它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对抗肺癌的？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肺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台湾癌症死因的第一名？癌症种类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它这么致命？答案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但也真的是让人担心，就是因为它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症状，等到你真的开始咳嗽、觉得胸口痛，这些警讯一出现，通常都已经太晚了，已经错过了最好治疗的黄金时间。不过呢，面对这个沉默杀手，我们也不是只能双手一摊，什么都不能做。现在的医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也应该要主动出击，在它还没长大、还没造成威胁之前，就先把它揪出来。那这个主动出击的超级武器就是 LDCT 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它也是目前全世界都公认唯一一个真的可以在早期就有效发现肺癌的筛检工具。LDCT 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你想想看哦，传统的 X 光片它就像一张平面的黑白照片，很多小小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被你的骨头啊、心脏啊给挡住，根本看不到。但是 LDCT 不一样，它是用 X 光搭配电脑，把我们的肺部重新组合成一个非常精细的 3D 立体影像。这样一来，就连小于1公分的非常微小的结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好，那说了这么多，如果你真的安排了一天去做 LDCT 检查，实际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紧张，但你等一下就会发现，整个过程其实超级简单又非常快。首先，最棒的一点是，检查前你完全不用饿肚子，也不用口渴，这点真的超方便。你只要换上医院准备的检查服，把身上的金属物品拿掉就好，也不需要打那个显影剂。检查的时候呢，你就轻松的躺着，双手举高，然后听放射师的指令，吸一口气，憋住几秒钟，嘘一下。真正的扫描时间其实非常短，整个过程大概5到10分钟就搞定了。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活动。当然，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心里一定会有2个大问号：第一，辐射安不安全？第二，这个检查到底准不准？关于这2点，现代科技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可靠的保障。我们先来看辐射，这张图表就非常清楚了，直接比较给你看。你看哦，一次标准的胸部电脑断层，辐射剂量大概是7个毫西弗，而我们今天谈的低剂量 LDCT 呢，只有1.5毫西弗。没错，关键就在这里。LDCT 的辐射剂量只有传统电脑断层的1/5而已。这个剂量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控制，在确保影像够清楚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压到最低。说真的，这个风险远远比你错过早期肺癌的致命风险还要低太多了。那在准确度方面呢，现在我们有了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来帮忙。你想想，一次扫描会产生好几百张影像，如果只靠医生的肉眼一张一张去看，难免会有视觉疲劳的时候。所以 AI 就像是医生最可靠的第2双眼睛，会自动帮忙标示出任何可疑的微小的病灶。举例来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系统都通过了台湾和美国 FDA 的双重认证，他们对于结节的侦测敏感度可以超过95%，特别是那种早期肺癌很常见的，看起来像一团雾的毛玻璃样病变 ，AI 的辨识能力也非常好，这真的大大缩短了医生判读的时间，也让整个诊断更有效率、更精准。好，那检查做完了，报告拿到手了，上面写了一堆东西，是不是很紧张？别担心，其实我们自己也能轻松看懂个大概，因为医学界已经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标准，来帮助我们理解检查结果。这套标准就叫做 Long-Reads。你看哦，如果你的报告是第1级或第2级，那恭喜你，代表恶性的几率非常非常低，不到1%，你只要维持每年定期筛检就好。那如果是第3级呢，代表可能为良性，恶性几率也只有1-2%而已。通常医生会建议你6个月后再回来追踪一次。绝大多数的结节其实都属于这几类，所以看到报告上有结节这2个字，真的先不要自己吓自己。
LDCT 还有一个很棒的附加价值哦，有时候你的报告上会出现一个 S 的符号，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在检查肺部的时候，顺便发现了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比方说心脏的冠状动脉有钙化的现象，这就能帮助我们提早发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真的是一举两得。好了，了解了 LDCT 这么多的好处跟流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来了。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好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目前我们国民健康署有提供公费筛检，每2年可以免费做一次，主要是针对2大高风险族群。第一种是有肺癌家族史的朋友，第二种是所谓的重度吸烟者。它的定义是50到74岁，而且吸烟史达到20包年以上。这个20包年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很简单。举个例子，就是你每天抽1包烟，连续抽了20年，或者你每天抽2包，连续抽10年，这样多算。如果你符合资格，请你务必要多加利用这个资源。面对肺癌，被动地等待症状出现，真的不如我们主动出击，及早发现。透过今天的说明，我们都知道了 LDCT 是一个安全、快速又有效的工具。那么，为了你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关心你的家人，你准备好采取行动了吗？